天跟大家要谈的是我之前在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跟他们提的一些关于无人机的商业模式，还有区块链的一些应用。无人机跟区块链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有关系。前一阵子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邀请我去参加一个专家的座谈，那我在里面，他们主要是要讨论无人机的一些监理沙盒的应用。无人机不见得需要监理沙盒，金融上面也许是金融影响的幅度跟层面比较广，里面容易产生的问题，比如说会有产生很多庞氏骗局，无人机没有什么容易出现那么多骗局。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的投影片，我那时候是跟大家谈的是无人机低空图资的收集，还有人工智慧跟大数据，无人机跟区块链。这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无人机跟区块链到底有什么关系？我是张玉江，我是台大土木法律的双学士，还有一个台大的硕士。我是芝加哥医大的财务硕士，我是地震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万里长城空拍跟 3D 列印是我们等一下会提到的一个商业模式。Google 地图的商业模式是什么？ Google 其实最早它是做搜寻引擎的，搜寻引擎还有空间资讯事实上应用的很好。现在你几乎没有办法想象你没有 Google 地图你要怎么生活，很完整，包含了卫星的影像，还有街景的地图，街景的图。在 Google 这么完整的，我们缺了一块就是中低空的图纸。你高空的是在卫星已经拍了，地面上的已经透过它的街景车去拍。那现在其实缺的就是无人机。Google 没有无人机的空间资讯，你的无人机的空间资讯可以拿来做自动驾驶的一些应用，像特斯拉的自动驾驶，你在低空的空间图资能够应用进去的话，那你可以让这些自驾车更清楚的能够知道他们是开在什么地方。目前在应用上会碰到的一个问题，比如说你今天开在高速公路是一个高架桥，你开的特斯拉它没有办法判断你是在高架桥的上面还是高架桥的下面。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它其实透过人工智慧可以去研判它看到的影像到底是在高架桥的上面还是高架桥的下面。那另外来讲就是说，我们以土石流崩塌来讲，你透过低空的图资，你用无人机收集的大量的资讯，可以用人工智慧里面的机器学习去研判，也许我们可以避免下一次小林村事件的发生。我之前其实在提一些相关的无人机的商业模式的时候，我一直跟别人提到，你可以透过众筹的方式，你可以到 Kickstarter 啦，到嘖Flybe，你可以去跟大家讲说，我们今天要募资来做一个空拍阿里山铁路的事情。你想要把这个图资全部建立起来，然后让它放在网络上，让任何人都可以去下载相关的资讯，然后你可以做一个文化的保存，你可以让大家去投钱，把钱给你，然后让你来做这件事情。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应用。今天你有一台定义机，你就很快就可以拍完。你如果有旋翼机，就是有4个螺旋桨，你要花一点时间，你也可以陆陆续续把整个，比如说台湾高铁啦，或者是阿里山铁路，把它整个都拍下来。整个拍下来之后，你要怎么把这些部分回馈给支持你的人？就是把它3D 列印出来。比如说，我要一个早平车站，还是说我要一个独立山的模型，你可以3D 列印出来给他，然后当做是对于他赞助你做空拍的一个回馈。那无人机跟区块链会产生的关联，主要是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那时候在问我说，其实他们提到了一些空域管制的问题。我认为你可以用区块链的方式去做空域的管制。怎么说？你可以想象一个空域就是一个钱包，我今天无人机飞进这个空域，等于是把一个钱币丢到，把一个虚拟货币放到这个钱包里面一样。那如果说你的钱包是你所在的位置的地面，你从你所在位置的地面飞进这个空域，等于是有一个虚拟货币，加密虚拟货币在区块链上面从一个钱包移动到另外一个钱包。那你任何时间你都可以去知道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台空拍机，就是你看你的钱包里面有多少钱就可以。那以太坊跟比特币事实上都是比特币的区块链，事实上都是区块链的一个太阳，只是说不能做那么多功能的比特币的区块链做了一个升级。但是以太坊它很杂，它也相当广纳各个不同的资讯跟功能，所以它也分叉了很多次，也就是说它改版了很多次。无人机跟区块链的应用就是我们刚才提的，可以透过钱包的方式去
确认空域。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区块链跟无人机跟一些保全的应用，我们早期边疆的管制的时候，事实上用的是烽火台。烽火台的概念事实上跟区块链是很类似，它发出一个讯号，它完全是没有一个中央的系统去收讯号、发讯号，它就是让邻近的烽火台透过看到这个狼烟，再根据它所看到的狼烟去采取它的下一个动作。其实这就是几乎是区块链的概念。那我们在这个简短的投影片里面，其实跟大家分享了我在之前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他们邀请我做的专家座谈所谈的结果。那也谢谢大家的收看啊，你可以订阅我的频道，随时可以得到最新的动态。我是章鱼哥，谢谢大家。